当我们谈论健康饮食时，多数人会想到高纤维、低脂肪或满满的维生素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弄懂每种食材背后的故事。许多人习惯将健康当成冰冷的数据，把超级食物挂在嘴边，却忘了真正的饮食是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今天不谈枯燥的数字，而是以普罗大众都能懂的方式，带你走进最新的10大健康食品排名。这个排名出人意料，大蒜竟然只排第9位。第一名是人人都吃得到且价格亲民的食物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结果？吃这些食物对我们的身体有什么帮助？中老年人又该如何把握呢？开场之前，先谈谈健康食物这个概念。专家指出，所谓超级食物其实不是专有分类，只是用来形容那些营养密度高、对健康可能有益的天然食材。这些食物通常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物质，有些还含有对心脏健康有益的脂肪酸或能促进肠道健康的益生菌。但要记住，再好的单一食物也无法提供所有营养，均衡饮食才是长久之道。我们的排行榜依据多个近期研究与权威机构的建议，综合各种营养指标、科学实验与实际饮食经验，并考量中老年人容易忽略的健康需求。文章以叙事方式铺陈，每一个食材都配合一段故事或历史意识，让你在轻松中了解营养学背后的科学，不需担心生硬的数据。我们用生活化的语言串联丰富的研究成果，让人边看边学会，为自己和家人选择健康的食材。排名第10的食物是橄榄油。你或许认为油脂就是不健康的代名词，但橄榄油被地中海沿岸人民视为珍宝。它的故事从古老的橄榄树开始。古希腊神话里，雅典娜以橄榄树的恩赐赢得城邦的守护权。今天的营养学家则发现，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和多酚，这些成分能帮助降低体内发炎反应，对心血管健康尤为重要。研究指出，适量摄取橄榄油有助于降低心脏病与糖尿病的风险，还含有维生素 E 和 K 等抗氧化物质，能保护细胞免于氧化损伤。橄榄油不只营养价值高，也容易融入日常。它的果香和甘味可以点缀沙拉、烤蔬菜或炖菜，甚至可以用来取代奶油烘焙甜点。对于体质较干燥的中老年人，适量补充橄榄油能改善便秘与皮肤干燥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橄榄油属于油脂，虽然健康，但能量也不低，一天1到2汤匙即可，不建议过量。在地中海饮食文化中，橄榄油是烹饪的灵魂，人们用它煎鱼、拌沙拉或蘸面包。研究指出，地中海饮食模式能降低心血管疾病和慢性疾病发生率。若你想效仿地中海人民的长寿秘诀，不妨试着用橄榄油取代部分饱和脂肪来源，让餐桌兼顾健康和美味。大蒜排在第9名，你或许会疑惑，家家户户都常备的大蒜有什么神奇之处？别看它小巧，它的功效可不简单。大蒜富含维生素 C、维生素 B6、硒与膳食纤维等营养素，热量却极低，每瓣仅 4.多卡路里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大蒜含有自然界少见的含硫化合物，如大蒜素，其抗菌能力曾使古人用它来预防感染。现代研究发现，大蒜有助于降低血压与胆固醇，支持免疫功能，甚至可能有助于预防某些癌症。大蒜的含硫化合物被认为是这些健康益处的主要来源，它们能促进体内抗氧化酵素的活动，并降低发炎反应。不过，加热会降低部分功效，因此生吃或在料理最后阶段加入切碎的大蒜，才能保留更多营养。大蒜的历史悠久，在古埃及，它被当成工人建造金字塔的粮食。在中国，《本草纲目》记载它能解毒杀虫。中老年人经常因血液循环不佳或免疫力下降而容易感冒，多吃大蒜可以提升身体防御力。若担心口气，建议搭配蔬菜或用柠檬汁中和味道。此外，罹患肠胃溃疡或胃酸过多的人要注意量，避免刺激肠胃。大蒜虽然不是榜首，但它的功效确实值得我们重视。排在第8名的是发酵食品，从酸奶、优格到传统的发酵豆类，这些食物并不奢侈，却对肠道有莫大的注意。发酵食品含有大量益生菌，可帮助肠道维持健康菌群，
改善消化功能并提升免疫力。例如，以牛奶为基底的发酵饮品含有蛋白质、钙、B 族维生素、钾与多种益生菌。经过发酵后，乳糖被部分分解，即便乳糖不耐的人也较容易消化。科学证实，发酵饮品有降低胆固醇、血压、改善肠胃炎症的效果。这些益生菌还能刺激免疫系统，帮助人体抵御病原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肠道功能随年龄降低，易出现便秘、腹胀或营养吸收不良。规律食用发酵食品可以改善这些问题，并为身体补充优质蛋白质。传统亚洲饮食中有许多发酵食品，例如纳豆、味噌或泡菜。这些食材不但成本低廉，经过发酵后风味更加浓郁，能增添料理层次。只是市场上部分加工品含糖或盐量高，建议选择无加糖且含乳酸菌的产品。若你喜欢手做，可以用豆浆或椰奶制作自家发酵饮品，既省钱又能控制成分。对于想要改善肠道健康的人来说，发酵食品是一支值得收藏的秘密武器。酪梨又称牛油果，以浓郁的奶油口感闻名。它之所以上榜，并非因为口感，而是因为它富含纤维、维生素与健康脂肪。酪梨的油脂主要是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尤其是油酸，这种脂肪能帮助降低体内发炎反应。同时，酪梨也是膳食纤维的优秀来源，纤维有助于延缓食物消化速度，维持血糖稳定，让人更有饱足感。研究显示，经常食用酪梨可降低心脏病、糖尿病、代谢症候群和部分癌症的风险。它含有钾、维生素 E、维生素 B 群等多种营养素，而且比起许多高脂肪食物，酪梨的胆固醇含量极低。中老年人容易出现关节炎或慢性发炎问题，酪梨中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和抗氧化剂可以减少发炎反应，其柔软的口感也适合咀嚼能力较弱的人食用。在墨西哥和中美洲，酪梨是日常料理的灵魂，如经典酱料 guacamole。在亚洲，它则常搭配沙拉或夹吐司食用。酪梨价格不算昂贵，成熟后便于携带，切开即可享用，也能打成果昔或配上蛋和番茄做早餐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酪梨热量不低，每颗约含200到300卡，建议每天摄取1/4到半颗即可。第6名，坚果与种子精勤小颗粒的大能量。小小的坚果与种子，如杏仁、核桃、开心果、南瓜子和亚麻籽，充满惊人的能量。它们富含膳食纤维、植物性蛋白质和对心脏友善的脂肪酸。研究指出，坚果和种子中含有多种植物化合物，具抗发炎和抗氧化作用。适量摄取坚果可降低心脏疾病风险，某些种类甚至与体重管理相关，因为它们能增加饱足感而不易造成发胖。国际老年健康机构也提醒，中老年人每天可以吃1小把坚果，获取抗氧化剂和植物性蛋白质，但因为热量高，每天摄取量最好控制在1小把以内。种子类如奇亚籽、亚麻籽含有丰富的阿尔法、亚麻酸，这是植物来源的欧米伽负3脂肪酸，能帮助降血脂、改善高血压。另外，多吃坚果种子也可以增添菜肴的层次，例如在沙拉、燕麦粥或酸奶上撒上坚果碎屑，既美味又增加营养。历史上，坚果曾是人类重要的能量来源。在古代丝路上，商队携带干果、坚果作为旅途粮食。在热带雨林，原住民以南瓜子和坚果做成酱料。现代研究更发现，虽然坚果油脂含量高，但这些脂肪多为单元不饱和，与多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对心血管有益。若你担心咀嚼困难，可以选择坚果奶或将坚果磨成粉加入饮品。同时，选择未经研制或糖衣包裹的坚果才是健康之道。第5名是豆类，包括红豆、绿豆、黑豆、鹰嘴豆和扁豆等。豆类在世界各地饮食文化中扮演重要角色，它们价格低廉，保存容易，营养密度却极高。豆类富含 B 族维生素、矿物质、膳食纤维和植物性蛋白质，还有不同的植化素。研究显示，常吃豆类有助于控制2型糖尿病，降低血压和胆固醇。这是因为豆类的纤维能延缓葡萄糖吸收，减缓血糖上升速度，
同时产生饱足感，帮助体重管理。豆类还能提供人体必需氨基酸，对素食者来说是一个重要的蛋白质来源。中老年人由于肌肉质量逐年下降，需要充足的蛋白质维持体力，豆类正是经济又营养的选择。科学研究指出，经常食用豆类可以帮助减少心脏病风险，并可能延长寿命。此外，豆类含有植化素、皂苷、酚酸等成分，具有抗氧化和抗炎作用。烹调豆类的方法多元，可以煮粥、煲汤、做酱或入沙拉。美洲的辣味、鹰嘴豆泥、亚洲的红豆汤、地中海的扁豆、炖菜都充分展现豆类的魅力。唯一需要注意的是，豆类含有寡糖，容易产生胀气，建议先泡水几小时或使用高压锅烹煮，并逐渐增加摄取量，让肠胃适应。豆类虽然默默无闻，却是健康餐盘上不可或缺的一员。第4名是鲑鱼，这可不是只有香气迷人的鱼肉而已。鲑鱼富含优质蛋白质、B 族维生素、钾、硒，最重要的是含有丰富的欧米伽负3脂肪酸。欧米伽负3脂肪酸有强大的抗发炎作用，能减少心脏病和糖尿病的风险，还能维持脑部健康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适量摄取鲑鱼有助于保护心血管，降低胆固醇，并支援脑部功能，可能对预防失智症有帮助。科学建议每周食用2到3份鱼，以避免海鲜中可能的重金属污染。鲑鱼的肉质细嫩，容易烹调，可以烤煎或煮汤，也可以用来做生鱼片。但鱼脂含量高，烹调时最好避免油炸，改用蒸、烤或煮，能保持营养。对血压偏高的人，鲑鱼中的钾能帮助调节体内钠钾平衡。对视力退化的人，鲑鱼中的抗氧化物质亦有保护作用。古代北欧渔民会在特定季节捕捞鲑鱼，并晒成咸鱼以过冬。如今，科学研究证明了他们的传统饮食的智慧。对于不喜欢鲑鱼味道的人，也可以选择青鱼、鳟鱼等其他含欧米伽负3脂肪酸的鱼类。海洋提供了丰富的优质蛋白质，若能合理安排鱼类摄取量，既能享受美味，又能守护健康。第3名，我们给了莓果，包括蓝莓、草莓、覆盆子和黑莓。这些小小的果实色彩鲜艳，看似普通，实则蕴藏着令人惊艳的营养。莓果是维生素、矿物质、纤维和抗氧化物质的宝库，它们强大的抗氧化力与降低炎症的能力，在众多研究中被反复验证。特别是莓果中的花青素和其他多酚类物质，能保护心血管，降低癌症风险，还能支持免疫系统。有趣的是，研究发现莓果对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也有积极作用。在部分消化道疾病或免疫相关疾病的辅助治疗上，莓果可能是一个有益的食疗选项。此外，蓝莓富含的花青素被认为能促进认知功能，对抗脑部老化，这让许多想延缓记忆退化的人对莓果刮目相看。中老年人常担心记忆力下降，将莓果融入日常饮食是一种简单又甜美的方式。莓果的吃法多样，可当零食直接食用，也可加入早餐麦片、优格或打成果昔。除了新鲜莓果，冷冻莓果也是方便且营养的选择，而且价格更亲民。美国国家老年委员会文章指出，蓝莓中的花青素被认为可以改善高炎症状态下的认知表现，而莓果中的抗氧化剂能降低自由基对细胞的伤害。若你想保持头脑敏锐，不妨每天吃1小碗莓果，让身心都受到滋养。第2名是深绿叶菜，如菠菜、羽衣、甘蓝、芥蓝和苋菜。这些叶菜色泽深绿，富含叶酸、锌、钙、铁、镁、维生素 C 和膳食纤维。研究指出，深绿叶菜能降低心脏病和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因为它们所含的胡萝卜素具有抗炎效果。同时，菠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K、维生素 A、维生素 C、镁、叶酸和铁等，对骨骼健康与血液凝固尤为重要。专家也提醒，服用抗凝血药物的人应维持固定的维生素 K 摄取量，避免大量突然增加深绿叶菜。羽衣甘蓝含有维生素 A、C、K， 每杯仅7点多卡路里。有研究显示，连续8周饮用羽衣甘蓝汁能增加好胆固醇 HDL， 并降低坏胆固醇 LDL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
深绿叶菜中的钙和镁能支持骨骼健康，铁则帮助维持红血球功能。美国国家老年委员会亦指出，深色叶菜中的胡萝卜素能保护眼睛免于氧化伤害，维生素 A 与 C 能保护心脏并调节血压，而维生素 K 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。这些食材不仅营养价值高，价格也相对便宜，适合每日食用。烹调方法很简单，可做沙拉、清炒、打成蔬果汁或加入汤品。对咀嚼能力较弱的长者，可烫软后切碎或混入粥中，既能摄取营养，又不增加咀嚼负担。冠军宝座由地瓜夺得。有些人或许感到惊讶，地瓜不就是家常的根茎类吗？为什么能击败大蒜、深绿叶菜和鲑鱼？答案就在它兼具美味、价格亲民与营养丰富的特质。地瓜富含钾、膳食纤维、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， 是天然的贝塔胡萝卜素来源。它所含的胡萝卜素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，能减少细胞受到自由基攻击的风险。其低升糖指数让血糖上升平缓，适合糖尿病患者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。根据研究，一颗中等大小的地瓜含有超过成人每日所需维生素 A 的分量，还提供25%的维生素 C 和 B6 以及12%的钾。地瓜的纤维能促进肠道蠕动，改善便秘，其贝塔、胡萝卜素和其他抗氧化物质有助于保护眼睛和皮肤健康。对中老年人而言，地瓜丰富的钾有助于调节血压，膳食纤维能降低胆固醇并增加饱腹感。地瓜的多样吃法也令人折服，可以蒸、烤、煮粥、做汤圆，甚至切成片烘烤成地瓜片。它口感甜美，是许多人的童年回忆，价格却十分亲民，堪称物超所值。即便长时间保存后发芽，也能削皮煮汤，减少食材浪费。健康专家建议将地瓜作为主食的一部分，替换部分白米或白面包，降低精致碳水化合物的摄取，对血糖控制更有利。中老年人常为骨质疏松或肌肉流失所苦，地瓜中的钾与维生素 C 有助于骨骼和肌肉健康。同时，它含有的慢消化碳水化合物能提供持久的能量，不会像糖分快速增加后急速下降。这些特质使地瓜不只是美味的零食，更是餐桌上值得冠军的平民英雄。读完这份排行榜后，你是不是发现健康食物就在我们身边？深绿叶菜、豆类、坚果、鲑鱼、莓果等都是熟悉的食材，价格不一定昂贵，关键在于如何将它们融入日常。专家提醒，单一食物无法提供全部营养，需多样搭配才是健康的根本。中老年人营养需求更为特殊，应重视骨骼、心血管、肠道和免疫功能。本篇选出的10种食物正是兼顾这些需求的代表。在生活节奏快速的今日，健康常被忽略，我们总想找到快速有效的养生法，但事实上，健康饮食就藏在每日的3餐中。当你选择吃地瓜而非薯条，选择一小把坚果替代甜点，选择深绿叶菜替代油炸蔬菜时，你已经在为自己投资长远的健康。不需刻意追逐昂贵的超级食物，家常菜也能成为养生大餐。最后，请记得本排行只是综合研究与建议的参考，每个人的体质和需求不同，在食用任何食物前仍应量力而为。如正在服用药物或有特殊疾病，最好咨询营养师或医师。健康是一场长期的旅程，而良好的饮食习惯是最稳固的基石。愿这份排行榜带给你灵感，让你在享受美食之余，也为自己的身体加分。让我们一起在餐桌上迈向健康的未来吧。